大家好，歡迎嚟到王者教室，我哋嘅王者導師查理斯。咁今日咧，我哋將會繼續講一下管理學上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topic， 就係權力。喺講權力究竟喺管理學上面點樣應用之前咧，首先我哋要了解一下權力嘅廣泛同埋狹窄嘅定義係啲咩嘢。權力廣泛嘅定義係一種嘅能力，可以影響甚至係控制別人嘅行為嘅。而佢四個嘅狹窄定義就分別係 power as a goal。即係權力係可以作為一個追求嘅目標 ，Power is measurement of influences， 即係代表住權力亦都係影響力嘅測量嘅標準。Power as a result， 即係權力係一種結果。而最後一個就係 Power as a domination， 呢一個係最容易理解啦，就係權力作為一種絕對主宰嘅力量啦。權力就係企業運作必須要擁有嘅手段，而喺了解呢個之前，我哋必須要知道企業係有兩類型嘅角色，第一類型係管理者，第二類型係下屬。管理者即係組織嘅負責人，需要對組織同埋其他嘅資源進行計劃、組織、領導及控制，而要實踐呢一啲嘢，第一個好明顯嘅就必須要擁有權力啦。第二個就係企業入邊每日都會有大大小小問題，而呢啲大大小小嘅問題嘅解決就係管理者嘅責任。而責任就係權力，擁有權力先可以能夠處理到呢啲大大小小嘅問題。所以總結嚟講，解決問題就係管理者擁有權力嘅原因。咁嚟到呢一度咧，可以作為一個小小嘅總結啦，就係作為一個稱職嘅管理者，你第一樣嘢你必須要清楚知道你自己嘅權力去到邊度，咁樣你先可以運用你嘅權力去為公司解決到問題嘅。而第二樣嘢就係你必須要知道你點樣去到運用你自己嘅權力啦。而呢樣嘢亦都涉及咗一種嘢，就係叫做放權。其實咧，好多嘅管理者喺管理自己嘅團隊嘅時候咧，都冇好清楚或者合理地去到運用自己好嘅權力啦。一般嘅管理者佢哋會識得分派任務俾下屬啦，甚至會識得話俾下屬聽佢哋應該點樣做啦，亦都會喺工作進行緊嘅時候，即係下屬進行緊工作嘅時候，亦都會清晰地指明方向，甚至喺中間會提供協助啦。呢啲都係管理者嘅責任嚟嘅。不過，如果最後出事嘅時候，好多嘅管理者都會覺得係自己嘅責任啦，因為佢哋係作為部門最高嘅領導人啦，只有用人不當、監督不力嘅責任啦。咁呢啲責任係咪真係管理者冇呢？就絕對唔係嘅。但係同一時間，你絕對唔可以忽略下屬嘅責任。所以一個稱職嘅管理者必須要將工作細分到責任到人。我哋必須要將工作仔細地分清楚每一部分究竟係邊一個負責任嘅。當嗰個環節出現咗問題嘅時候，我哋就會揾翻相關嘅同事、相關嘅員工去到進行負責。咁樣做嘅目的係避免咗管理上面出現咗混亂嘅情況。當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員工之間互相推卸責任，揾唔到真正負責任嘅人。如果係咁嘅話，問題就不能夠得以解決，亦都係代表咗你並冇運用好企業賦予管理者之中嘅權利，去到為企業解決問題嘅呢一個職責。其實一個精明嘅管理者，除咗識得點樣分配工作、指明下屬嘅方向，同埋喺中間嘅時候提供協助之外咧，都要識得同下屬講放權嘅責任。所以當分派工作最後一步，管理者必須要對下屬清楚地表示，我可以俾權利俾你，但係你要明白，權力越大，責任越大。呢件事若果出事嘅話，你必須要負責任。所以放權對企業之間係一定有好大嘅好處，因為當你放權嘅時候，嗰位員工一定會竭盡所能，盡佢最大嘅潛力去到幫你完成佢哋之間嘅工作。所以放權咧可以解決到管理者同埋企業之間咧好多仔細上面執行上面嘅問題嘅。講咗放權有好多好處啦，但係點樣去到執行先至為之最好呢？咁就有以下幾個 principle 嘅。第一個就係分解責任。當管理者去到授權嘅時候咧，我哋必須要做到一個責任係對應一人嘅。當一件事你俾兩個人去到跟嘅時候咧，你同時之間向佢哋授權嘅話咧，睇落好似冇咩問題咁，但係實質上嚟講嘅話咧，就係當兩個人去跟嘅時候，如果出事嘅話，邊個去到負責任呢？所以我哋係盡量避免咗一件事俾兩個人去到跟呢樣嘢發生啦。而若果要發生呢件事嘅時候，所以第一樣嘢佢哋必須要有從屬嘅關係，即係代表住你俾嗰個人跟嘅時候，佢哋兩個係上司下屬嘅關係啦。而第二樣嘢你必須要講清楚，當呢件事出事嘅時候，邊個係應該要負責任啦？咁當然負責任嗰位同事獲得授權嘅權利係為之最大嘅。第二，一個責任必須有一個人負責到底嘅。我哋俗語所講，避免臨陣換將。
因為咧中間若果發生咗問題嘅時候，如果有其他人負責補上去到跟進嘅話咧，當最後嗰件工作真係搞唔掂、完成唔到嘅時候，而需要有人為此負責任嘅時候，而嗰位嘅同事一定會話前邊嘅工作係工序會出現咗問題，咁就到時就唔知道邊個去到負責任噶啦。所以我哋一定要盡量嘅做到就係一件事由頭到尾都係由一個人去到負責任嘅。第三樣嘢就係從員工嘅角度去到出發，責任同權利係相對嘅。所以當你去到賦予下屬好多嘅責任嘅時候，你一定要給清楚足夠嘅物力啦、人力啦、財力啦等等嘅資源調配權。所以當權利同責任能夠相稱嘅時候，下屬先至能夠肩負起佢自己應有嘅責任。第四點，責任同埋收益必須要係相對嘅，呢個都係從員工嘅角度去到出發，即係話當佢嘅責任越大嘅時候，理論上個 job 嘅 duties 就會越大啦。而當佢負責一個咁大嘅 job duty 嘅時候，咁理論上佢嘅收益，佢獲得嘅回報應該係越多嘅。只有賞罰分明清楚嘅制度之下，先至能夠可以賦予到嗰位員工全心全意去到為呢個責任負責任嘅。咁呢種放權模式之下咧，就會產生出一種領導嘅模式，就係無為而治嘅領導模式啦。嗱，無為而治嘅領導模式咧，就唔係叫你乜嘢都唔做啊，將所有嘢俾晒俾下屬做，咁就叫做無為而治嘅領導模式。所謂無為而治嘅領導模式咧，就係平時喺工作上面，其實我哋有80% 嘅工作咧，都係一啲日常事務性嘅工作啦，具體業務嘅工作啦，專業技術性嘅工作啦，或者係開會嘅工作嘅。其實80% 呢啲嘅工作咧，我哋都可以通過授權、放權俾下屬去到做跟進嘅。而我哋應該要做翻管理者嘅角色，就係剩餘嘅20% 最重要嘅工作啦。嗰20% 最重要嘅工作包括有制定企業發展嘅戰略啦，重要嘅工作目標，即係 KPI 嘅下達啦，人事嘅賞罰分明嘅制度啦，亦即係制度嘅建立啦，同埋員工晉升等工作。咁或者你會問，我就算用完時間做完呢20% 嘅工作都好，咁我都剩低大把嘅時間，咁我做咩好啊？如果你剩低大把嘅時間，你做乜都可以，甚至你休息都可以，因為我哋講決策係講質量嘅，所以就算你休息都好，只要你做到你管理者應有嘅職責，就係我以上嗰幾樣嘢啦，咁就夠噶啦。因為你越做得多嘅話，你又要做管理，又要做生產，甚至要管理埋員工啲雞毛蒜皮嘅嘢，你嘅精力就會越嚟越下降，咁工作嘅質素、管理嘅質素就自然會下降。而你作為企業嘅管理者，甚至係領導人，企業就會因你而行得會比較慢啦。咁你又有冇做好管理嘅職責呢？其實呢種無為而治嘅領導模式咁難出現咧，係因為咧好多個管理者都唔能夠從放權之中解放出嚟嘅。即係咩意思呢？其實要了解一下點解佢哋唔放權，好簡單嘅原因就係第一樣嘢，佢哋唔放心啦，佢哋唔覺得第二個人做會比佢上做得更加之好啦。但係作為管理者，我哋要知道授權並唔等於棄權。權力永遠都係由你授予出去嘅，所以你幾時收翻權力都係可以嘅。下屬濫權，其實背後原因就係信任。其實俗語有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當你若果係唔信任嗰位下屬嘅時候，其實你係唔應該用佢嘅。但係當你用得佢嘅時候，其實你就要對佢有絕對嘅信任啦。而且啱啱根據授權嘅方式，你亦都賦予咗佢有一定嘅責任需要去到咩嘅。所以當你去到信任人哋嘅時候，人哋先會給予你有最終嘅回報，給予你最大嘅回報，企業先至會得到最佳嘅成長嘅。當然啦，我哋明白到信任唔能夠代替監督，所以你哋喺授權嘅同時之間，亦都必須要跟足我之前所提出嘅規矩去進行合理嘅授權。好啦，各位嘅管理層，你哋明白到應該點樣去到運用自己嘅權力，同埋點樣去到授權未？其實今日點解要講呢個 topic 呢？最主要原因就係喺我平時做顧問嘅過程之中，我發現好多嘅經理層咧都唔係好明白自己嘅權力去到邊一度啦，或者係唔識得運用自己嘅權力去到為公司、為到企業去到做嘢嘅。其實無為而治呢一種嘅管理模式咧，喺過往某啲大型企業嘅 CEO 咧都有提出過嘅。而呢種嘅領導模式，亦都係我個人非常之崇尚嘅。因為最主要原因就係，我覺得公司俾咁多錢去請你翻嚟，係要做到管理者應有最重要做到嘅職責。而我亦都好明白到管理決策係需要有質素嘅。講緊嘅係大圍嘅戰略，淨係呢一方面，亦都需要有管理者花足佢好多嘅精神時間去諗、去策劃、
去研究、去調查、去搜集資源等等等等，好多嘅工作，大量嘅工作需要到去做㗎。所以你又邊有時間去做到下屬應有要做嘅嘢？所以總結嚟講，我自己個人覺得放權係必須嘅，亦都要等到下屬有自己一個發揮嘅平台，同埋應有負翻佢自己應有嘅責任。好啦，咁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啦。如果中意我呢條片嘅話，記得幫我 like and share and 分享，最緊要分享俾你身邊嘅人睇。嗱，如果想揾我做顧問嘅話咧，好歡迎你喺下面以下嗰張方上面去到留低你哋自己嘅 enquiry 啦。咁我嘅同事會話揾翻你睇下點樣夾噶啦。好，咁今日就係講咁多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失陪。